青山蘆帶，層巒疊嶂。在湖南的一座青山連綿的大山當中，無人機竟發現，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，赫然出現了一棟房屋。房屋的門前視野開闊，山間的羊腸小道蜿蜒穿行。我們沿着一條泥巴路往半山腰上探尋，幸遇曾經生活在這裡的兩位年過60的爺爺。他們在山上砍柴火，他們熱情地跟我們講述了這裡的情況。原來這裡曾經是一個熱鬧的古村落，居住了有50多口人。過去這裡人聲鼎沸，如今卻一片荒涼。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故事呢？走遍湖湘大地，領略風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新的一年，新的開始。剛剛我們用無人機在我身後這座山的半山腰上發現了一棟房子，而且通過無人機的高空俯瞰，房子的瓦片好像還做過翻修，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。所以我們現在就徒步走到半山腰上去看看。當我們走到這條道路的時候，我們發現這條道路它只有1車寬。由於我們並不熟悉這裡的路況，所以我們就把車停到了山腳下，徒步走到這裡來。那我們現在就徒步走到半山腰上去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現在我們準備到對面大山的半山腰上去看一看那棟房屋，看一下裡面是否還有人居住。到這裡呢，我們就發現有房屋，這是一棟泥土房。看樣子是有人居住，上面的瓦片啊都做過翻新，門口放了一些蜂箱，還晾曬了衣服。只是主人不在家。好多蜜蜂呢。对，那個蜂箱看到了嗎？是的，它這棟泥土房至少都有30-40年了。門口停了一輛摩托車。可能主人到旁邊去幹農活去了。你看，他這個泥土房的主人吶，家裡還安裝了空調，看到沒有？按道理，這種泥土房住着應該是冬暖夏涼，對不對？是的。它在這個山谷裡面呢，應該是夏天不會很炎熱的。門口放了這麼多蜂箱，這裡還種了一些蔬菜。你看，這裡擺放了20-30個蜂箱，所以也是專業養殖蜜蜂的。你看這個山谷的深處，在這個山谷的下面呢，全部是農田，看樣子是沒有荒廢。哇，這裡好多蜜蜂！山裡面嘛，大山裡面肯定適合養蜜蜂啊，釀蜂蜜呀。你像越野車或者是四驅車，走進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我們的車子還是不冒險，畢竟對山裡的這個路況啊不熟悉，房子前面沒有掉頭的地方就很麻煩。在這個地方能聽到山谷裡面潺潺的流水聲，你看，村民布的3-4根水管吶。這裡是當地村民種植的芭蕉樹。基本上，湖南大山裡面，以前很多村民種植了芭蕉樹，但是沒有人打理呢，基本上全部荒廢了。那這裡應該是以前當地村民的農田或者是菜地。這裡，對的，這裡看上去應該是農田。你想，以前住在山裡面的人，他們要養活一家老小，這裡就大概有幾分地、幾分田了。以前住在山裡面，肯定要種一些糧食。那麼除了種水稻，
還要種一些其他的經濟作物，像紅薯、花生、玉米。而且大山裡面種水稻都不是那麼的容易，要考慮到溫度、水資源、陽光照射各方面的因素，還有土壤的質量，它才会有更好的產量。在大山裡面，真的非常的安靜。這裡我們看到房子了。是的，這個位置也有一棟房屋。哎呀，我們一路上走過來，還偶爾能看到1、2棟房屋廢棄了在這裡啊。這是一間水泥磚房，但是看上去是沒有人居住了，應該是廢棄在這裡了。但是它房屋裡面的生活設備應有俱全嘞。哎，对，我感覺應該是還有人居住嘞。嗯，而且你看那個灶台還蠻乾淨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這裡應該是有人住，只是主人今天不在家。他門前呢，收拾得非常乾淨，給人的感覺像沒有人住。是的，廚房一应俱全，而且是沒有廢棄的狀態。它這裡還專門用水泥挖了一個蓄水池，接的山泉水。也是山泉水，哇，冰涼冰涼的。這個山上的水資源還是很豐富啊。這挖了口池塘。嗯，應該是用來養魚。這棟房屋是平房，有可能是一位五保戶住在這裡。這種水泥磚房，像湖南大山裡啊，很多都是五保戶住這樣的房子，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大山裡面，可能在周邊養點蜜蜂啊，釀一些蜂蜜。這個地方是當地人挖的一口池塘，裡面蓄的是山泉水。我估計在這裡會養一些魚，你像在這裡養鴨、養鵝還是很方便。哇，看着這個水呀，源源不斷的山泉水呀流出來。這裡是架設了好多的水管吶，布的水管吶，延伸到山裡面去。它這裡還安裝了監控。哦，是的。這裡到處都是種的芭蕉樹，全部荒廢了。我猜想以前這個裡面啊，估計也是一個村落，可能住了幾十上百號人呢。從這個路面來看，有這麼寬，以前進進出出的村民啊，肯定有很多。你看這裡堆放了好多這樣子的磚。嗯，你看都是用這種石塊壘砌的這種土地啊，以前種菜的菜地。都是人為累積的，所以這裡是有人生活的痕跡。你看這個是什麼？這裡是一塊什麼石碑嗎？看上去與眾不同哎。這上面有沒有刻什麼字啊？沒有，沒刻字哦。嗯。好了，我們繼續往前走吧。你看這上面都還有車子進出。有車輪碾壓的痕跡在這裡。這是不是羅漢松啊？是的，這裡也是大面積種植的這種羅漢松，還有桂花樹。你看這一節路又是這種碎石路啊。上面還有枯枝落葉。這裡呀，像是被挖斷的，對吧？看一下。哦，這裡是有一條挖斷的路嗎？以前這裡有一條路過去啊，現在沒法走了。嗯，難道以前這個地方是有山泉水從這裡流淌下去哦？
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繼續往這條主路上走吧。這條路應該是一條以前這個村落原始的路面，一條主路。這裡是人工種植的桂花樹，是不是有板栗樹啊？因為你看那個地上有板栗。對。現在農村裡面的這些果樹啊，都沒有人打理，也沒人管了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全部荒廢了。走到這個山谷裡面啊，被這個微風吹過，還是蠻涼快的。在這個山谷裡面啊，各種各樣的花草、異獸非常的多。這條路走摩托車、自行車、三輪車應該是沒問題的。這裡栽種的是什麼？哪裡啊？這裡。哦，這個也是當地人栽種的一些經濟作物。在這裡能聽到有人砍伐竹子、樹木的聲音，這是當地村民砍伐的柴火。你看那裡還有一個青石板呢。是的，這裡有幾個人在這砍柴嗎？哎呀，哎，你好。哎呀，我們沿着山谷裡的一條路走進來啊，那上面還有人住嗎？沒有人住啊？哎。我們就來山谷裡面探險了，來這裡玩的。哎，我們無人機看到那個半山腰上有一棟房屋，然後上面還鋪了那種藍色的瓦呀。在那邊呢？哦，那上面可以走上去嗎？是不是往剛剛那條岔路往那邊走哦？哦，那我走錯了，我就走到這條路上來了。我剛剛開始以為這條路寬一點，可能會有人住這裡哦。那上面那棟房子有人住嗎？沒人住啦。啊，我等一下往那邊走了。你們是搞柴火啊？哎呦，這麼大的樹啊！你們也是住在這個村落裡嗎？剛剛我走過來的時候，有一棟泥土房。那就是你，而且門口停了輛摩托車。啊，就是你們家喲，是吧？我說那個泥土房還有蠻好，但是我看你們家好像裝了空調。哎，按道理泥土房不需要裝空調吧？這夏天好涼快啊。要裝啊。我車子停在下面一點點，就你那個房子還往下面那個門口那不是一個磚房嗎？那個位置。對，我沒敢上來，你那條路那麼窄呀，然後又比較陡啊，我車子不敢開上來啊。對，但是我車子好寬又好大，不敢開，萬一沒掉頭的地方就麻煩。哦。哦，是的，你那上面都還有，我覺得你們那個房子保養的還挺好的嘞。哎，有人住還可以。你這2個人在這裡搞柴火了？哎，我看你們這個山谷裡面，這裡環境好哎。我看你們應該也就是在這裡養老了。是吧？嗯。是的，我們去那裡看一下。哦，沒有人住啊。他以前是不是有人住哦？有，以前有。那廢棄了多久啊？哦，都到外地去了，就廢棄在這裡。他這個是泥土房還是什麼房啊？磚房啊？泥土房啊？哦，那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你們忙了，打擾你們了。好，走。我們剛剛要走另外一條岔路。這條路相對來說比較窄一點。但是這條路看上去也有蠻乾淨，並不是非常多的雜草啊。可能當地的村民還經常會到這裡面來，你看都有車輪印，所以不至於完全荒廢了這條路。從這裡彎彎繞繞的繞到房屋那裡去。
一直都是上坡路。对，因为那栋房屋在半山腰啊。你想想，以前住这山頂上，哦，你確定是往這裡走嗎？哎呀，你確定是往這裡走啊？是的。啊？是的。是哦。這裡栽種了成片的山茶樹。哦，是的。以前住在這邊的村民種植的山茶子樹、山茶花，真的是山谷探險吶！你看它这個山頂上啊，它這個半山腰上，整體來講還很空曠哎，是吧？是的。哇，這棟泥土房其實後期還做過修繕，那麼不至於沒人住的話，都還沒有坍塌。啊，這有木頭搭的簡易便橋，哎呦，這裡哇，有山泉水呀，看一下，洗一下手。哎呀，所以說他這裡主人可能偶爾還經常會回來耶，不然他這裡怎麼接的山泉水在這裡？看到沒有？哎呀，走着走着，拿進去，拿進去，把它放好。哎呀，水都是滿的了。你看它這個泥土房啊，年代呀，看上去還是有蠻久哎。這是它的後門，靠廚房這邊。哦，裡面放了一些蜂箱。這個是一間房屋，它這裡有個小橋可以通到那邊去。哇，這棟房屋整體面積還有蠻大嘞！哎呦，這起碼有40-50米的寬吶，這個房子淨長都有40-50米。那麼以前這戶人家也算是一戶大戶人家呀。哦，這個是吧？是的。你看整體房屋面積好大。我剛剛從它另外一側看這邊呢，淨長40-50米長，這種吊腳樓的房屋格局。你看一下，這棟房屋應該是廢棄了有蠻久了。你看它這個門口的這個碎瓦片吶，就是換下來的，整體用這種藍色鐵皮重新覆蓋過的，所以保護了這個牆體呀，不被雨水的沖刷。它這裡面遺留了很多這樣子的木質農用設備。哦，對，有獨輪車。那個是不是洗澡用的？那個？啊，對，洗澡盆還可以用於其他的生活的作用啊，還有這個樓梯啊。你看呢，以前這個窗戶也是用玻璃窗戶的。這裡可能就是他家的廚房。這是臥室。哦，這裡還是一間臥室哦。是的，有床在裡面，是一間臥室。你看門口的這種青石板吶，都是當地的就地取材的一些建築材料。這戶人家這旁邊應該是養山羊或者是養豬的啊。你看這裡啊，哦，改造成養山羊的地方了。這看上去像養山羊的場地，看到沒有？他做了
对，養山羊，這個後期可能在這裡養過山羊，後面也廢棄了。整個周邊就只有這一棟房子孤零零的矗立在這個半山腰上了，接近山頂的位置。只是不知道廢棄多長時間。它這個房屋的地理位置還不錯，你看呢，在這上面陽光照射也很充足，你看到沒有？它前面是一片非常開闊的地帶，它只是現在前面有竹子啊，這些樹啊擋到了一些視線。門口還栽種了桂花樹。我估計以前這周邊啊，有可能不止他一家人住。你看，都是這種青石板的小橋。我剛剛去那棟房屋那裡看了一下，那棟泥土房好大耶！以前是不是大戶人家哦？以前有6、7口人住哦。那整個周邊那裡就只有那棟房屋嗎？不是的，他早2年早3年了，政府的開停開了。政府把他那個泥土房全部推倒了，用於種田。種田。哦，我是說嘛，以前這個山上住了多少人吶？那就有好多啊，從我那裡，我們那個投地方那裡上來，一個小組。有一個小組哦，有50多個人，有50多口人，分布在這個大山上面。那早10幾年就好多就搬就走了。就10多年前都搬走了。那個地方全部都了。哎，我看那個房屋還可以哦。他什麼時候做的修繕呢？他房屋瓦呀。是到4、5年前還是15年呢？4、5年前呐。对，我看到蓋了鐵皮的瓦，我看到裡面好像是不是養過山羊啊？養過，他的走過來的就在別個餵過2個羊，這2羊把它冇那麼近的就哦，他那個房屋是租給別人在那裡餵羊哦，不是他自己本人在那裡餵羊。不是本人。哦。別個租的養啊羊。哦，別人租的房子，租他房子。哦，哇，以前這裡住了40、50多口人。哇，以前這條路就有這麼寬嗎？那還窄噻。還窄一些。現在還挖機上去的，上去搞2次。哦，有挖機挖開的。哇。哇，我看那棟房屋的格局啊，然後啊，好大嘞。好大。原先是這個上面的有。以前這邊都有房屋，只是完全看不到了，都倒塌了。我是原先是給這家給的。哦，以前這個地方也是有房屋。哦，你那棟房屋是一直就？我買別個。哦，你是買別人家的呀？那你以前不是住這邊嗎？我以前就這裡啊？哦，你以前還是住這個位置哦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那完全看不到房屋的痕跡啊！你估計住下去的話，都是有幾十年了吧？沒的，我住下去還就14年。哦，才10幾年，那也就才10幾年才搬下去的啦。你看一下泥土房，10幾年不住人，完全就看不到影子。那種房屋的那個陽光照射呀，還是很不錯耶。哇，這麼大的樹啊，你要把它拆解下來呀。哎，這種木頭燒炭是不是很好啊？現在國家不肯燒啊。國家不肯。哎，我看到很多山裡面的人，他們砍這種木頭，然後在山裡面搞了那種土窯，然後可以燒木炭。我看他們好像是用這種木頭。這種。啊，以前是允許，現在不允許啊？為什麼不允許呢？毀掉森林了。哦，毀壞森林了。哦。哦，是的。以前住在這山裡面，出行的話應該是蠻不方便吧？不方便。你們要到鎮上去的話，是不是要走好遠的路啊？那以前沒車子的話，都是靠人走了。靠人走。那真的是好辛苦的。你年紀應該不大吧？60多歲吧？60多吧。以前住在這裡，只能是步行出去。對。
現在都有车子，你們身体都很好哎，还能干这種农活，砍這個樹也很費時費力哦，對吧？哎，你這要砍這麼多樹回去，是不是可以賣哦？這柴火？不是賣，不是烤臘肉。烤臘肉要得了這麼多嗎？你們自己是不是都養了豬啊？是的。哦，你們自己養的豬賣會殺了會賣嗎？在家裡賣。在家裡賣。哦，就在家裡賣，一般賣多少錢一斤啊？15塊。15塊，自己養的豬吃的都是自己的地瓜，然後蘿蔔、白菜、芋頭、南瓜喲。哦，那是好哎，那自養的豬肉。好了，我們先走了，我們還要趕路，因為這邊還要走山路下去。好，打擾2位叔叔了，你們在這裡幹活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拜拜。我們走到山上，找到了无人機在半山腰上發現的這棟房屋。房屋的主人早已搬離了這裡，房子如今已經廢棄了。我們非常的幸運，偶遇了曾經生活在這山上的2位爺爺，他們在這裡砍柴火。他們非常的熱情地向我們介紹了曾經這個山上的情況。原來這個山上曾經也是一個古村落，居住了50多口人。只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，住在山上的村民都陸續搬離了這裡，所以現在顯得非常的毫無生機。那麼今天的古村落探訪之旅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